就那个恶魔吧，他可能要敲门，然后这个人要开门，他就可以害他。然后让我想起来，以前我们这有一个说法吧，就是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去爬山，然后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你千万不要回头。或者说他拍你的肩膀，你不要回头。就说这种恐怖的东西，我那个鸡皮疙瘩真的是实在是忍不住，这后背不停的发凉。没事，你把灯开着呗。不是，我倒不是害怕，你知道吧？因为只要是别人跟我讲鬼故事，或者就说这种比较吓人的东西，我就会本能性的生理反应，你知道吗？就后背就会起鸡皮疙瘩。倒不是真的有什么，因为我反复的去实验过，就只要我一想这方面的东西，它触动到我了，我就会本能性的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们小时候住的这边山比较多，然后我们经常去爬山，然后我们每次去爬山就跟人家说不要叫我名字。就是说，如果我听到有人叫我名字的话，我知道那肯定不是我的同伴。就是大家我明白了，有这个默契啊，不要去开这种玩笑。对，不要去叫对方的名字，可能可以叫一些那种小名，或者说小名也不能叫，就是可以叫一些代号，叫英文名。哎呀，这个我就觉得，那你是不是比较晚上那种爬山呢？就不是大白天吧？白天可能也会有一点吧。就是山里边比较野都没什么人，你懂吧？对，我觉得山里面说实在的，我觉得真的很恐怖，尤其是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就是那种阴气就真的是我是承受不了就是2个人3个人还好一些吧，但我能感觉到山上的阴气还是很重的。山上很多地方都埋得有人。对，基本都有，或者以前有过。对。然后我一个同学他以前就说过，他爬某一个我们这儿知名的一个网红一个山，然后能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然后他就说那次去的时候，他就说他真的是遇到不好的东西了，他说就是又恶心，然后又难受，然后就很难形容那种感觉，然后是莫名其妙的。然后他说你晚上千万不要去爬那个山，因为为什么都晚上去爬呀？因为那个山可以看夜景嘛，所以很多人就慕名而来看抖音发的然后就晚上去爬。其实我去过一次，然后我也确实感觉到你必须得打着手机的手电筒，它没有路灯，就是纯黑的那种林间的，但不算是小路，比较宽然后有人上有人下这样的那还好。对，还好一些，不是说特别阴森的那种小路，但是它也因为比较黑嘛，再就是全是那种树林什么的。他说完之后吧，我就感觉，哎呀，这个你说是心理作用吧，也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些遭遇吧，因为人可能也不会随便的去，对吧？胡说八道那我肚子疼，怎么样，我就说是被什么东西，对吧？应该也不可能。他的那种感受可能也是比较难以形容的，就是突然之间浑身冒汗又恶心然后又头晕之类的，反正就是不舒服。对，而且是不太常见的那种不舒服方法。对，其实就是确实不建议大家在夜间去一些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人迹罕至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晚上的海边都挺吓人的，就是如果没有灯的话一片漆黑的话，就是越空旷的环境你就会越觉得挺恐怖的。但是我心中其实最恐怖的一个地方就是相当于像阴影一样的是山洞山洞里边你不觉得山洞的那种阴寒气是超强的吗？就是甚至是那种以前的防空洞，你知道吗？我小时候经常去那种溶洞山洞里边我觉得里边超级凉快。对，它很凉很寒，特别凉。对，然后他们说有的时候会有蛇在里面避暑，有可能吧。我觉得里边好多就是山洞，我们这边好多那种山洞里边都有那种人家设的那种祭坛。那就更恐怖了，感觉。对，更恐怖了。增加了一点灵异的那种氛围。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去过一个很不好去的一个防空洞探险，然后每次我还去过好几次，一次是跟大人，一次是跟同学，另一次是跟一帮同学。防空洞，对，防空洞，然后那个防空洞很不好过去，它那个下一个坡就是你甚至都基本上是滑下去的，并不是走下去的，就是那样一个很恐怖的地方。然后你进洞的时候是最恐怖的，它不是你能直着摇进去的，它那个门打开之后，你是蹲着走进去的，就很矮，很矮的一个门，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设计，好像就是以前打日本人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因为那上面山上还有一个类似于像炮台那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小碉堡啊。但是那个洞啊，就是我很难形容，就是它首先黑的很可怕，我们打多少个手电筒，你都感觉照不亮那个地方。那是的，你照不亮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当时我记得有7、8个同学一块去探险，就是说胆儿大嘛，对吧？大家一起。对对。然后它那个地踩上去是软软的，就非常非常的软，就像是就软的让你觉得可怕那种感觉。然后你开始往里走的时候，你就会已经就没有那个勇气了，就即使是很多个人。因为它是一个防空洞啊，你想想，它是一个深邃的洞，然后是全黑的。是往下走还是平着走的？平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很窒息在里面，就是它的那种阴森和恐怖，不是你10个8个人能抵得过的。可能也是。但是还有一种好奇心，就是让你总想来这探一次险。对对对，小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找刺激。对，然后我就这个阴影吧，我其实就一直忘不掉。然后我现在有的时候去哪个公园，山体公园，然后有那种遗留的防空洞啊，我就是远远的看一眼，我都觉得害怕。就是它很黑很深，然后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都灵魂出窍了那种，真的就很恐惧啊！我这个是可能我比较害怕的东西。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啊。我小时候我们山上有一个，就半山腰上有一个溶洞。那个溶洞它非常非常隐蔽，就是在半山腰上，然后又在山腰里边的一个山沟沟里边，就是如果你没有外人去介绍的话，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个洞的入口。它因为那个植被也非常的茂密，然后它又是在山沟沟的里边一个非常深的地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同学的带领下去了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是白天去的，去了之后就看到那个山就是那个它相当于是一个溶洞的入口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入口往下看的话，就看到了一头特别大的野猪。哇！不过那头野猪已经死了，它应该是可能是从山上摔下来掉到洞里边，然后可能它爬不上来，然后所以就死那儿了。然后之后我们也去洞里边探险过几次，然后那个洞呢它比较神奇，它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溶洞。溶洞就是它是那种，它跟你说的那个防空洞还不一样，它是跟着那个水流是侵蚀出来的嘛，所以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特别深。就是它是往下走的，而且它是那种有时候比较窄，有时候比较空旷，就是非常的。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国家地理那种溶洞探险？看过，就非常的不规则那种。对对，非常不规则，然后非常湿滑，非常也是像你说的非常阴森的那种地方。然后就我刚才讲的那个溶洞，我去探险过好几次，也是跟同学一起去。然后那个溶洞它前面第一层是比较难下的，可能就是从那个入口到第2层的那个平台，它就有10几米高。然后比较难下去，然后就是它比较垂直。然后可以
抓手或者踩的地方比较少，然后从那儿下去之后有一个特别狭窄的入口，可能就你稍微胖一点或者找一个成年人就钻不过去的那种。我的天！然后我们就从那个入口然后钻进去到了第二层，第二层就是像是那种矿洞一样的，很窄，就只能蹲着走，然后继续往下走之后，走了很久，然后到了第三层，然后第三层稍微宽一点了，然后再往下走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房间，很震撼，就是你前面走了很久很久都是特别窄的路，然后突然来到一个特别大的空间，那个空间可能有多大，我有点像是那种大概有一个剧院那么大，就是那么大，对，那么夸张哦，对对，就像那种比如国家大剧院，或者说是你一个省城或者一个市的一个大剧院，那么大的空间，而且很神奇的是那个大的空间里边竟然有一棵超级粗的树干，就那个树干的话我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抱不住，但是它是怎么进入到那个大的空间里面去的？我当时非常疑惑，就是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它唯一的那个通道就是我们刚才下来那个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那么特别狭窄的，那种乱石隧道。那有没有可能是小动物把这个果实带到那儿的？果实在那儿，那溶洞里面也没有阳光呀，它怎么长呢？对呀，那它如何生长的呀？我刚想问，那溶洞里面有没有阳光啊？没有啊，没有啊，水肯定是有的。有水，很潮湿啊，就是特别黑，特别黑，一片黑暗。你只要是你们拿手电筒照明对吧？我们有那个手电筒，有的就是用那蜡烛嘛，打火机。我的天！哇，你们胆儿真大，在照明设备这么有限的情况下都敢玩这么大。我们会拿那个蜡烛，因为如果蜡烛熄灭的话，就说明氧气不够，我们就得赶紧返回了。好吧，就是玩的真大。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后面这是我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树，那个树干它其实不是活的，它已经死了，就是一个树干。它在溶洞里面，我不知道它怎么进去的。这个就很神奇啊！我到现在也成了我的心中的一个疑惑了。那我觉得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它之前生长环境还可以，那因为一些地质变化，它就被，对吧，埋在了底下吧？那如果地质变化的话，那得很久远，很久远了吧？对，那它可能真的就是在那儿生长起来的，然后最后死掉了。那它的能量获取来源是什么？以前是没有完全挡死的，有阳光的。我觉得像你说的，可能是以前呢并没有封闭起来，它可能是长好了之后，因为地质变化被封在了那个地方。对，有可能是可能几十年前那个地方是有阳光的，然后后来就彻底的那个封闭了。但是很深是吧？你的那个对，很深很深，就是可能在就是从那个半山腰下去，可能得接近100米吧。哇塞，至少都有50-60米吧。确实很难理解啊，这个对，是这样。就是后面，然后还经历了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就是哇塞，这个就是前方高能吗？这个也不算高冷吧，不算是灵异的事情，就是那还好。就是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电话里面是我同学打来的，他支支吾吾的，然后告诉我们，然后大概意思就是他们被困在那个洞里边了。哇塞，这个也确实挺吓人的。然后当时他打电话的时候已经12点了，然后就晚上12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联系了几个好朋友，大概3-4个人，然后我们就去找他们。就当时他电话
他其实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他是在那个洞里边，他只是告诉我他被困在那个山腰里边了。是当时他们几个人去，然后有人没进去来求救的吗？还是在洞里面打的电话呀？后面我知道他们是在洞里边打的，就是那个洞里边是没有信号的，他们是上到那个洞的那个最上面那一层，就是他们后来告诉我说是他们上到最上面这一层之后，就是电到很高的地方，把手机举起来给我们打的，然后他们手机也快没电了。哇塞，哦，然后我们就半晚上12点多，我们上到那个山上去找那些同学。当时感觉真的是就是必须得克服这个生理上的恐怖了，就那山上特别特别黑，而且我们在山半腰的上还遇到了一个人，你敢信？哇塞，这个前方高能，不行，画面感都出来了，我不行了。就遇到了一个老爷爷，我操，他是个老爷爷，我完了。对对，然后遇到那个老爷爷之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冒出来了，然后我也不敢跟他说话，然后就看着他，然后他从我们身边就经过走了过去，他也没跟我们说话，还不如问他2个问题了。我感觉当时就跟解谜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同学他们到底是困在哪儿了，但是从那个电话里面感觉他们又很危急，然后最后通过他们告诉我的一些线索吧，就锁定到了他们在那个溶洞里边，然后我们就从溶洞里面把他们给救了出来。就是我在想，如果我们不去或者没有找到他们在哪儿的话，这2个同学可能就会轻则就是受伤吧，重则可能就没命了。就你们，那你第2天一定会报警啊？就是找更多的人来帮忙吗？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给救出来了嘛，所以我们第2天肯定就不会告诉家长或者去报警啥的。对，如果说救不出来，我觉得那你们也肯定得去找人嘛，也不能不管他们。对啊，如果没有救出来，肯定得去报警或者找家长嘛。对，那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给他们救出来？他们是卡在哪儿了，出不来了？是什么原因出不来？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溶洞里面玩的时候受伤了，就他们大概是脚崴了，或者说膝盖碰到了受伤了，然后从那个溶洞的话，从第2层就是到最上面的这一层，就是出来这个洞口这儿，它有一个10几米高的一个垂直高度，而且是非常笔直的，很难爬上去。就如果你的腿或者脚受伤了，你很难发力的话，你是上不去的。那你们是怎么帮他弄上去的？我们就自己下去呗，下去然后把他们扯上来的。哦，连拉带拽给弄上来了呗。对对，连拉带拽给弄上来了。我觉得这段经历非常奇幻，就是一个是非常紧急、非常危险，对。第2个就是半晚上还在山上遇到了一个老爷爷，然后在山上我们上山可能都凌晨1点了，就凌晨1点的时候，我们拿着手机跟他们断断续续的聊天，去解密，去猜他们在哪儿。然后因为他们手机信号特别差，就是可能聊个几十秒钟他们就断了。然后他们还说他们手机快没电了，我当时心态都快崩了，你知道吧？对对，就是那么多的限制条件让你去搜救，这个就有点像拍电影的感觉了哈，就是很紧张真的很紧张，很焦躁，对对，所以就是真的不要去那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去玩了，这个确实有危险性，特别是溶洞里面很容易丢命的，如果你没有那种专业知识，或者说，对呀，特别是那种雨季，如果你平时你进去的时候，可能看着溶洞里面还挺干燥的，可能你走到中途的时候，突然一股水就进来了，就把你堵住了。哦，对，还有很多的这种意外啊！我之前看很多洞穴探险、潜水的，真的，哎呦，太多的人就是各种意外吧，对，精神崩溃的呀，缺氧的、晕倒的，然后被什么落石砸中的呀之类的，就没命的太多了。
太多了，但是我就是很钦佩他们这种，即使这么危险，还要去坚持玩到一直不能玩为止，就玩到40、50岁、50、60岁这种。我觉得这就跟那个红牛搞的那些运动一样，都是找刺激吧。对对对，就是我也一方面又理解他们，其实就是觉得肯定是有乐趣的嘛，对吧？对对，就跟即使有生命危险，对也要玩，那肯定是巨大的一种快上瘾了乐在里面，肯定上瘾了。是的，是的。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勇气玩这种，尤其是队友如果说已经丧命了的话，我可能会放弃，可能都被吓到了。对，因为我可以想，因为按照他的描述，在那种极端环境下，水下几十米啊，然后你其实是没有办法被营救的，对吧？因为没有条件，就那几分钟，你如果对吧？然后有的人是因为二氧化碳中毒啊，有的是什么面罩进水了呀，有的是被什么东西呛到了，或者就是，然后人一惊恐就会二氧化碳增加嘛，然后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过程。然后我看他们那种录像，我就觉得如果当时是我的话，会多么的绝望，对吧？在水底，然后无法呼吸啊，或者之类，就是那种那种绝望感，我觉得我是承担不起的。对，而且你没有任何的生存机会。是，就是它和我们在陆地上这种可以随意呼吸，然后你就是缺个胳膊少条腿儿，对吧？你都可以求救啊，或者有医院呐、救护车呀、这种，它至少是有一丝希望的啊。但是水底下那种极端环境，你想想你自己下来都要好几个小时，你指着谁去救你啊？对不对？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内心太强大了，他们基本上去玩的可能都已经做好了死的这种准备了。是，然后但是厉害的是真厉害，能把别人做不到的那种探险，然后好像是50多岁吧，然后他给就整个洞给全部给探明了，然后把地图画出来，因为之前已经死过 N 个人了，都没有完成这个探险，然后他自己一个人陆续的几年时间给全部完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确实是厉害哈，就是即使就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嘛，就是然后再往里面一个人，他就孤身一个人去探险，确实很厉害，是完全跟我们普通人不是一样的存在，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其实跟你们去探险有点类似，就是也都知道有危险，其实内心也会有一点抵触和恐惧，对吧？尤其你说巨大的落差呀，然后包括就只能容纳一个人那种很狭小的一个空间，对吧？你胖一点可能都卡住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有勇气下去，因为我可能会比较就是考虑的多一些。我觉得跟我们那个没法，就是还没我们那就算是小孩喜欢找刺激冒险，他们那就太专业了，就是特别是洞穴潜水这些。但是你能接受那种情况吗？就是你在一个无法转身的环境下，这种一个单向空间去往前行，而且是多人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会让我觉得很窒息的一个点，就一旦有意外或者特殊情况发生，我连身都不能转，我根本就退不出去，我只能往前走。那如果说前面就是走不了了，或者某种原因队友被卡住了或者之类的，那这个不是很绝望吗？就我连转身都做不到啊！我觉得一个人的话，我肯定也不会去做。就是人多的话，我看别人也都钻过去了，我可能会去做。别人给你壮胆了呗，其实就是。对。反正我以前听《鬼吹灯》那个小说，他们就是打盗洞嘛之类的，然后就说那个盗洞狭窄到你只能是一个人钻进去，而且是无法回头和转身的。然后那他最绝望的就是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一旦你要是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灵异事件，你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就是。然后在那种环境下，就是他的描述当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极度的恐惧和绝望感。我刚才跟你聊的那个洞穴，它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我们一起去的几个小伙伴里面，有一个比较胖的，他就没法玩。他就根本钻不过去。哇，我觉得你们胆儿也算太大了，就是。有的他钻不过去，他就会把衣服给脱了。
哦，那你们那个洞就是符合无法转身的这种程度呗？绝对无法，而且他就你得把自己就像练缩骨功一样的穿过去。我的天！我觉得大人肯定是不行的，只有小孩才能进去。那你们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行动的？是匍匐前进呢，还是蠕动啊？就是用手爬呗，然后爬进去，里面就要宽一点，就可以蹲着走了。就是它是比较短的一个狭窄通道吗？对，很短很短，就你用类似于眼睛能看到前方比较开阔一点的地方是吧？对对对，你可以打个灯看一看。那其实也是蛮有勇气的，我觉得这个我是做不到啊。一旦卡在里面，你说怎么办呢？我可能做事会想到很多极端情况，所以其实我现在对坐飞机都是有抵触的，就是害怕那个出事儿是吧？因为我就是有一种警惕性，我就会觉得，就是你不要高估自己的运气，然后你也不要觉得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以我以往的经验，我所有发生的一些很小的意外，都是在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可能发生的时候发生的。就是我总结出来一个规律，人在受到某一种意外的伤害，或者说极端的那种情况下，我敢保证，这个人一定是一点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发生，他才会遭遇这个不测。因为我发现这个规律很准，你恐惧的东西往往都不会发生。对，就是你都提前规避了嘛。就是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可能就会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掉下来呀，或者就是它是不符合常理的，往往因为我有一次被水烫到嘛，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完全超出我的认知。就是一杯比较热的水放在桌子上，我这么多年我都是这样生活的，但是可能就是一个不小心胳膊从那儿上面划过的时候没注意到这杯水，就一个瞬间这个水从桌子上就洒到你的腿上了，就是一个瞬间。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有些事情你还是提前想一下，因为你如果提前想的话，大概率你会就像你说规避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之前之所以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小孩子考虑的太少了，然后胆子也特别大。是的，现在如果我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以前胆大了，感觉。对。然后你也应该进不去了，因为你长大了嘛。对对对。我看那个谁，那个叫霍香同学，进来了啊，应该是。霍香要来说几句吗？我们俩今天聊鬼故事。我现在在山里。在山里。你还在户外的？对，我在户外。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啊？待到明天？在山里过夜吗？好不容易有一个晚上可以出来刷山。你在山里过夜吗？对，在山里过夜。带了帐篷？没有，就是找一个比较平坦一点的草地吧，然后把雨衣往地上一铺，穿一件长袖，然后就可以睡觉了。你一个人还是跟你女朋友？跟我女朋友。可以，你们也是胆大呀。在哪个山？在广州花都区王子山这一片，是比较连续的丘陵嘛。你们还是小心点啊。这种地方很安全的，旁边都是广州工人疗养院。他说的这个安全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吧？那还是不要告诉他了。他跟我一样后知后觉吗？他没有注意到，好吧？你们玩吧。霍香。好啊。如果想听，你可以听一听。好的。你有想说的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们现在没事干的话，就听你们聊那个洞穴探险的事吗？对对对，我们刚才在聊呢。刚才我们还聊了好多那种中元节相关的恐怖故事。那种我就不太懂了。倒不是中元节相关，就是因为我没有发现今天是中元节嘛，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今天这么安静嘛，然后那个你友就提醒我说今天是传统节日，我说那就怪不得，然
然后就聊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幻想探讨。对。前段时间我还梦到Neil 和他女朋友来找我玩了。那你不用梦，我以后就来找你。预知梦，对。哎，反正挺感慨的吧。你们刷山指的是什么呀？我不太懂这个意思。就是去山里面玩嘛，然后看有什么好玩的动植物，拍一拍，这样子。那你们的传统就是会在山上过夜吗？就是没有，最近觉得广州气温非常合适嘛，晚上不至于很热，然后半夜也不会冻醒，然后半夜蚊子也不是很多，就很适合直接露天睡。这个经验是超出我的认知的，我没有体验过，然后也不太了解这种玩法。就是我想经常这么玩的。那他真的是一个亲近自然的人，对，属于驴友，对吧？属于胆大，户外探险，对。然后还特别选了一个今天是吗？没有，今天刚好周末嘛。对，因为我又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哎呦，没有感觉，对。你可能就是这种野外的探险一类的，你可能还不太能接受吧？我觉得是，尤其是晚上的话，对，这个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霍香的话，他是这方面从小就这么玩，已经玩习惯了，感觉。对，比较有经验。对，我也是，长大一些了，比如说高中调休的时候，还有大学玩的比较多。以前我也很胆小的，是一直比较喜欢这些动植物嘛。那你抓的那条蛇就是怎么回事？就在路上，突然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蛇，我们拿了蛇钩嘛，就把它拿起来玩一玩，发现是个小头蛇。这种蛇没有毒，但是它牙非常锋利，会把人咬得比较深，很疼，所以我们就把它装到一个小盒子里观察一下。你们今晚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吗？还发现一些好玩的昆虫吧，像锹甲呀，还有两栖类动物。发现大树蛙，还有找水蛙。对，反腿饭树蛙这些。可以，很丰富的物种。等你们的视频。可以啊。哇，这太牛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玩的吗？只要没有剧毒的都可以啊。哇，你这胆儿真的是太大了。对，需要一些常识，就是如果你不懂抓蛇，然后再是玩虫，我真觉得我已经你又起鸡皮疙瘩了。那倒没有，我就觉得这简直不是一个次元的一种存在。他们户外喜欢这种野生的还挺多的，就是可能你没在这个圈子里边，所以你会觉得对，比较觉得很意外，对，很惊讶，很遥远。是的，但我觉得挺好的嘛。挺好的，很有自己的乐趣，对。对呀，我以前也经常一个人晚上去公园溜达，就是享受那种没人的感觉。然后一般溜达到最后都是跑回家了，就觉得有点后反劲儿，你知道吧？就会觉得一开始觉得很刺激，然后后来回去的路上就会后悔自己走了这么远。对，就是这样的，因为公园到晚上就没灯了，然后有的时候是有灯的时候走进去，然后回来的时候没灯。然后就像你说的，千万不要有人叫我，然后千万不要回头。那带着强光手电就好了呀。就是手机的那种手电筒，然后一路小跑回家。走太远了，发现没人了，后怕了。对，然后遇到人也会有点害怕，就是黑乎乎的嘛，然后结果是个夜跑的人，对这种，其实我胆儿也是挺小的，我也都是跟着霍翔，有时候出去玩一下。我自己很少到野地方去玩。
我就觉得躺在草地上看个星空啊，什么看个月亮，真的挺舒服的啊。对。之前我有个同学，他就是玩星空摄影嘛，他就会晚上到山里边去找个地儿看看星星，看看银河。哇，这个我觉得非常美好。这个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试一次。可以啊，你可以找这种类似于活动嘛，你参加就行了。可能找你们当地的这种星空爱好者嘛，他也肯定有小团体一类的。对，他们可能有这种活动，你就可以参加，他们带着你去玩。对，我们当地有那个 UFO 什么协会什么什么爱好者，然后天天晚上去找飞船之类的。然后我就想你们当地竟然有这种东西？对，有 UFO 协会，然后有一个公园就有一个那个 UFO 的那个形状的那样一个塔吧，相当于还可以上去参观，然后收5块钱10块钱门票的。然后那个就是当地 UFO 协会好像投资，就是那种建的一个，远看就是一个飞碟。我之前有了解过这种，就是他们据说可以召唤飞碟。对，然后他们还有视频，就说你看我们又召唤了一个，然后又召唤了一个，就这种。我觉得这种非常扯，毫无依据。而且他们召唤的那些飞碟 UFO 都是那种亮点而已嘛，对，就是一个亮点。对，我觉得那种亮点它有很多种解释了。对，而且有可能就是无人机啊，现在无人机太多了。你说那个亮点就是像星星一样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它的大小啊，它的光辉程度啊。然后我在老家的时候，因为老家的时候那边就是空气特别好，然后也是灯光少，然后星空特别璀璨，然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一个白色的星星在恒定的移动吧。然后我们小时候不懂嘛，就说那个就是直升机，但是现在一想，应该跟直升机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本来就是我们看星星，它就是隔了这个云层的嘛，有时候那个大气它会移动嘛，就是云层移动的话，它其实它绝对是在动，就是它很稳定的一个速度在移动啊，在穿梭。你说的这种稳定速度移动的，它其实有好几种可能性，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地球这个近地的一些空间站啊、卫星啊，或者说是都是一些人造物，比如说太空垃圾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反光，就是对，他们会反那个太阳的光，因为像这种卫星或者空间站上面它都有那个就是太阳能板嘛，太阳能板它是一个特别能反光的东西，而且因为你看到的是匀速的嘛，对，其实就跟这些人造物的运行那个很符合，对，很符合，对。因为我看有些抖音网友也说嘛，那个大部分是卫星嘛，就是他们你说的那种呼唤飞船那种，实际就是一个白色的点，他们说就是卫星嘛，就像那个星链一样嘛，对吧？对，但是就是绝大部分卫星的话，因为它距离我们比较远嘛，然后它本身体积比较小，所以卫星它跟星星其实看起来还蛮有区别的，就是卫星的话，它一般会比星星看起来要小很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卫星其实分好几种，就是有的卫星它是以恒定速度移动的，就它有一个轨道，但也有的卫星它就是静止的。跟我们同步的。对，跟我们同步的。我们又要到时间，还有5秒钟。行，好，重看一下啊。我去上个厕所。好的。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
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